然后接下来给大家讲的故事呢，就是会飞的抱抱啊。然后大家困的话就会准备睡了，好吗？奶奶的生日快到了，你想送她点什么东西吗？妈妈问阿文。阿文回答：一个好大的抱抱。他张开手臂，张得好大好大，让妈妈知道他的拥抱有多大。你要画一张拥抱奶奶的图吗？妈妈问。阿文说：不是，我要送给她一个真正的抱抱。我要抱抱邮递员，再请他把这个抱抱送给奶奶。他们拿了信，走到镇上的邮局。他们很快就排到了队伍面前。倪先生说：下一位。我要寄一个大大的抱抱给我奶奶，请您帮我寄出去好吗？阿文有礼貌地问。我们通常不替人家寄抱抱，不过可以试试看。倪先生说。阿文的妈妈写下奶奶家的地址，交给倪先生。阿文走到柜台后面，张开手臂，张得好大好大，给倪先生一个很大的拥抱。您把抱抱给邮递员的时候，要像这个抱抱一样大哦。阿文说。哦，我不会看到那位送信给你奶奶的邮递员的，但是我会把信件交给波波小姐，她会把信件分类后放到卡车上，载到大城市，然后信件就会搭着飞机到全国各地。倪先生说。阿文说：那您就得抱抱波波小姐了。倪先生把信件带去给波波小姐。倪先生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着波波小姐，把信件和阿文奶奶家的地址交给她。倪先生红着脸，小声地说：这就是那个抱抱。倪先生张开手臂，张得好大好大，给波波小姐一个很大的拥抱。波波小姐笑眯眯地把信件分类，司机来取要送到大城市的信件。她提起最后一个重重的邮包时，波波小姐说：小李，还有一件事，有人要寄一个拥抱给奶奶，地址在这儿。这就是那个拥抱。波波小姐张开手臂，张得好大好大，给小李一个很大的拥抱。小李笑着说：这种信件不常有呢。小李一路吹着口哨到城里，卸下信件后，他查时间表，看看是谁负责开车送信去机场。表上写的是詹敏斯。小李在休息室找到了小詹，他正在吃点心。哎，小詹，我知道这听起来怪怪的，但是有人要寄一个拥抱给他奶奶，地址在这儿。小李说。小李张开手臂，张得好大好大，给小詹一个很大的拥抱。小詹缩了一下，他不太习惯被拥抱，但是他愿意做好他的工作。那天下午，小詹到了机场。他问送信的人什么时候
会搬信件到飞机上。那批信几分钟前就被搬到了飞机上了。送信的人说。小詹连忙地跑到飞机旁边，机长蒋森正准备要上飞机。机长，有个小孩要寄一个拥抱给他奶奶，地址在这儿。这是拥抱。小詹扮了个鬼脸，笑着说。小詹张开手臂，张得好大好大，给蒋森机长一个很大的拥抱。用这样的方法当做一天的开始，很棒。蒋森机长大声说。飞机降落后，蒋森机长走到机场的邮局，他看见小曼站在邮车旁，看起来很不开心。你好，是你要开邮车去城里吗？蒋森机长问。小曼闷闷不乐地点点头。有人寄了一个拥抱，蒋森机长宣布。蒋森机长张开手臂，张得好大好大，给小曼一个很大的拥抱。小曼开心地笑了，说：“谢谢。”他一边开车，一边跟着音乐轻松地点着头。放下信件后，小曼去找阿德，他负责开车送信到奶奶住的镇上。阿德，有人寄了一个拥抱，地址在这儿。还有，这是拥抱。小曼说着，脸就红了起来。小曼张开手臂，张得好大好大，给阿德一个很大的拥抱。阿德咯咯地笑着说：“终于等到机会了。今天晚上想不想去跳舞？”“好啊。”小曼说。阿德手舞足蹈地跳上了邮车。第二天一早，阿德就开着邮车到奶奶住的镇上。当他准备回城里时，他想起那个拥抱。今天是谁负责送信给平沙镇啊？阿德问局长。是丽丽，但是她现在还没到。格林堡女士扶了扶眼镜回答。阿德说：“麻烦你把这个转交给他。”阿德张开手臂，张得好大好大，给葛林堡女士一个很大的拥抱。葛林堡女士很惊讶，她喘着气，眼镜歪到了一边。丽丽，跟你说一下啊。丽丽刚到，格林堡女士就叫住了她。有一个男孩要寄一个拥抱给他奶奶，你就是负责去送的那个邮递员。格林堡女士说。格林堡女士张开手臂，张得好大好大，给丽丽一个很大的拥抱。奶奶一定会很高兴的，丽丽说。丽丽一边挨家挨户的去送信，一边闻着每一家的花香。她看到奶奶在的院子里浇花。陆太太，我有一个特别的信件要给您，您的孙子要给您送一个抱抱。她说。丽丽张开手臂，张得好大好大，给奶奶一个很大的拥抱。奶奶笑着说：“这真是我收到过最棒的信了。你也帮我送一个吻给我的孙子吧。”奶奶嘟起嘴唇，在丽丽的脸颊上亲了一个又大又香的吻。